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红薯不要再烤着吃了，今天红薯来分享一个男人早餐的做法，做一次7天不用早起，出锅皮薄馅大，软糯香甜，比汤圆好吃，比糍粑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红薯和300克红豆，我们先把红薯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红豆。把坏掉或者是烂掉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全部挑选好以后，再把红豆放入大碗中，倒入上的清水，把红豆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，简单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就这样给它放一旁，浸泡4个小时以上。这是泡了4小时的红豆，看一下已经变得胖乎乎的，泡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。再把红豆清洗一下，洗净后放电饭煲中，再倒上的清水没过红豆，水呢可以多放一些，盖上盖子按煮饭功能键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左右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再来准备10克红枣，再加入10克葡萄干，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只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上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，接着再把洗净后的红薯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2头切下来不要了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因为这个红薯皮呢有很多的泥沙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现在我们的红豆已煮得差不多了，跳至保温键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一颗红豆，用手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说明就可以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菜篮子里边控干水分。控干水分后，再把红豆放入绞肉机中，加入50克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再加入100毫升煮红豆的水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红豆泥，尽量多搅一会儿，搅得越细腻越好。搅好后打开盖子看看，像这样细腻的红豆泥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黄油，大约有40克左右，没有黄油的可以用玉米油，开小火把黄油炒至融化。黄油炒融化以后，再放入豆沙馅，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放进来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让所有食材都能裹上一层黄油，这样吃着奶香味浓郁，会更好吃。全程开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翻炒3-4分钟左右，最后翻炒成这样能抱团，不粘锅底，不粘锅铲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。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
就一小把红豆馅，大约有50克左右一个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搓圆，搓成和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先放入盘中，剩下的豆沙馅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搓成这样大小的小圆球，依次放入盘中。全部做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薯已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大碗中，加入2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取出压泥器，给它压成红薯泥，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如果没有压泥器的，可以用擀面杖或者是叉子压成红薯泥，就压成这样细腻的红薯泥就可以。再加入200克糯米粉，糯米粉呢最好选用水磨糯米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些清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，就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糯米面团就可以。再就一小把糯米面团，大约有50克左右一个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搓圆，搓成和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然后拇指在底部给它转出一个窝窝，给它做成一个鸟巢的形状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放上刚做好的豆沙馅，然后转动虎口向上，把收口处收拢，封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馅料漏出来。包好后再放到手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圆润一些，然后再像我这样放到面板上，像我这样给它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成半椭圆形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剩下的红薯糯米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上豆沙馅，再做成这样的生胚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这个粘豆包呢，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把它放保鲜盒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1周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把它放入锅中蒸熟就可以吃了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红薯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看一下颜色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像这样说明就已经蒸熟了，再把它取出来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薯粘豆包就做好了，颜色金黄诱人，看着就特别有食欲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一口惊艳到我的天灵盖了。今天必须给大家唠唠这橘蕨子的味道和口感。掰开粘豆包，先是被那扎实的内馅难捏了，绵密豆沙混着红枣的清甜，葡萄干的嚼劲，红糖特有的醇厚香气悠悠散开，经过黄油炒制，馥郁奶香钻进每一丝馅料里，吃起来丝滑香浓，还带着颗粒感，嚼着超满足。再说说这糯叽叽的饼皮，红薯的清甜和软糯完美融入糯米粉，蒸制后愈发晶莹，上手软乎乎黏滋滋，咬下去 Q 弹软糯，还带着红薯天然的香甜，和内馅搭配堪称天作之合，咽下去都回味好久。这样做的粘豆包呢，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把它放保鲜盒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1周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取出来蒸熟就可以吃了，几分钟就可以解决全家人早餐，简单省事又方便。搭配牛奶豆浆会更加的营养好吃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